聪明老公3000元装修的客厅，一、拆掉开发商送的推门，空气更流通，不如用老公的无影脚，踢碎开发商赠送的2块非承重墙，扩大视觉空间，找二师兄再借个大铁耙，自己都可轻松处理，敲墙钱和运垃圾钱都省了。2、开关线路不入墙，还要借二舅家的电钻，凿墙、套管、加粉补，费钱还担心时间久了有安全隐患，而是直接电线明装，外面罩上卡槽，后期随便可以增加和更换插座开关，方便一检修，关键省钱的同时又有保障。3、顶面2级吊顶容易落灰，还费钱，关键还降低了层高，不如原墙面水泥砂浆粉屏直接抛光，没有降低层高，空间更开阔。不买花里胡哨的大吊灯，费钱难清理，而是简简单单装一个吸顶灯，光线明亮又实用。4、不做复杂的电视背景墙，费钱没几年就过时了，踢脚外突出不美观，还容易落灰，电钻凿墙嵌入，又要加粉补，增加了人工，又浪费钱，不如全部墙面水泥粉屏直接抛光到地面，防水防潮好清理，简单又好看，关键是踢脚线、门套钱都省了。5、不买笨重费钱的电视柜，而是红砖砌地台，回填敲墙10块，水泥砂浆粉屏，上面盖块生态板，底下暗藏灯光，花几10块钱在网上淘2个架子，放上装饰品，简单又好看，再找二舅妈借个投影幕，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们看电视伤眼睛。6、地面不贴木地板费钱有甲醛，也不铺昂贵的玻化砖，光人工就0.几个 W， 而是地面找平后收光，老公方便打扫卫生，又接地气。7、不买笨重的沙发，一过时不耐用，不如红砖砌地台，回填敲墙10块，水泥砂浆粉屏，上面红砖砌沙发框架，外包几块环保木饰面式沙发，上下暗藏灯光，下面文学名著随便放，上面放上松松软软的垫子和枕头，看书都变香了。就算是老家的大水牛在上面打架，这个沙发也纹丝不动，耐用100年。8、沙发背景去二舅老家找几根水管，上面盖上几块环保木板，这样的书架简单时尚，关键几10块就搞定。9、阳台红砖延伸做地台，上面盖上生态木板就是地台，阳台不把衣服晾中间，遮光挡风不美观，而是移到侧面，下面买移动的晾衣架，不用的时候推到一边，装上纱帘也不占空间，空间灵活利用。10、阳台地台上面放个书柜，再买个秋千，里面放上懒人沙发，就是一个休闲阅读角落，还可以在上面健身，也非常方便，让孩子德智体全面发展。中间定制实木大板桌，还可以陪孩子学习。11、如果你还想看其他空间的最简风装修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。男孩女孩一间房，老婆开心生了龙凤胎，可惜只有一间房，老公网购了一个上下铺，遗憾孩子没有独立的私密空间，书桌只能放一起，2个孩子一起学习时相互影响，衣柜又太小，2个孩子衣服太多放不下，天生我才决定这样改。1、镀锌方管做床架，2根方管做立柱，找二老表借几10块钱，买几粒膨胀螺丝，把它狠狠地固定在墙上，记得离地高度预留0.95米，离顶高度预留1.7米，外包时尚环保木饰面，中间铺上牢靠排骨架，放个简单的床垫就是床，就算是二老表家在顽皮的宠物，在上面撒欢，这个钢架床也轻易不动，床头木饰面凿出一个洞，采光透气又通风，木饰面贴墙才有整体感，墙面挖一个薄薄的壁龛，装点时尚木饰面，睡前好书放旁边，开关插座装里面，开灯关灯超人性，看手机刷视频也方便，侧面木饰面挖出2个洞，往格麻绳固定，通风采光又透气，里面预留窗帘位，睡觉遮光才舒服。2、预留木盒做踏步，文学名著随手放，这个高度就算是霸道老妈都可以在上面随意走动，睡到成年都没有问题。侧面够做通顶大衣柜，女孩漂亮衣服随手挂，安装黑膜玻璃推拉门，实用颜值高，下面定做抽拉柜，收纳平时不常用物品，空间完美利用。3、房门移动更实用，上面还可做吊柜，高考复习资料好拿取，关上门没灰尘，下面做个悬空书桌，读书学习更轻松，轻松考取985。4、床底隔面墙，划出2个区域，放2个带活动滚轮的晾衣架，推进拉出都轻松，搭配玻璃折叠门，就是2个孩子的微型衣帽间，防火板材做隔断，隔出2个空间，安装磨砂玻璃平开门，透光不透影。5、焊接钢架平齐飘窗，底部立柱做支撑，环保木饰面固定，放上床垫就是床，靠墙处贴软包睡觉才香香，底下做2个带滚轮的抽屉，专门收纳内衣和过季的衣服。6、靠墙处也做通顶大衣柜，专门挂常穿的衣服，拿取贼方便，旁边延伸做个悬空书桌，读书不迷路，空间也够大，上面做吊柜，增加了收纳空间，高考复习资料放里面，这样的卧室满足2个孩子有独立的学习区、休息区，完美的组合了收纳空间。7、也许你感觉这个设计还不错，也不希望以后被中间商赚差价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。10个孩子一间房。1、
上面几根方管做支撑，下面几根方管做立柱，中间几根方管走一圈，确定好10个床的位置。中间焊接一排短的做床架，再找二大爷借几10块钱买几根膨胀螺丝，把它牢牢地固定在墙上，外包几块环保的实木面板，结实又耐用。2. 靠墙下面做个矮格柜，上翻盖板增加储物空间，睡前看看书也很方便。上面做个大衣柜，收纳常穿衣服，拿取也方便，关上门挡灰尘，实用颜值高。每个孩子一个专属独立大柜子，睡前养成看书的好习惯。3. 放上松松软软的床垫就是床，记得安个铁护栏，防止睡觉的时候滚下来。靠墙的床贴软包睡觉才舒服。4. 几个木盒做台阶，内藏灯光，晚上起床不摸黑，世界名著随便放，空间不浪费。台阶上面做书架，形成独立的阅读区，侧面贴个小黑板，发挥孩子想象力，上面再安2把小吊扇，空调钱都省了。楼梯下面做几个储物柜，收纳国际被褥，空间不浪费。这样的踏步孩子可以在上面随意走动，真的非常凉爽。关键还不碰头。5. 两边做2个大抽屉，收纳10个孩子袜子、内衣、内裤，记得抽屉底下安装8个活动的滚轮，孩子拉进推出才不费力。中间做个大抽屉，别放10个孩子不常穿衣服，空间灵活利用。关键是10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立的床，真的很方便。7. 找二大妈借会下蛋的老母鸡，孩子每天锻炼弹跳力和反应能力，每个孩子都有不一样的特长。二大妈不舍得她的宠物鸡，还是上方做吊柜，高考复习题随便放，这容量你看看有多少？关上门挡灰尘，下方做一长排书桌，使用也方便，轻松考上清华北大。记得插座留在书桌上，拔插更方便。6. 中间装旋梯绳索，让孩子德智体全面发展。7. 也许你觉得这个设计还不过瘾，也不希望中间商赚差价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作品。几年后几种流行过道。1. 常规平梁吊2级吊顶，暗藏灯带，缺点时间长了容易藏灰，也可以靠边吊平顶包梁，做个板正灯光槽，整个空间显矮，有点费钱，不如只包梁两边，再嵌入线性灯，简单时尚更省钱，关键是没有降低层高。2. 过道地面不找平，节省人工省砂石，直接用50的角钢做框架，中间角钢背对背焊接，底下立柱做支撑，结实更牢固，然后撒些景观小碎石，打上灯光，再盖上几块夹胶玻璃，老婆每天走在上面畅想 T 台走秀仪式感，就是有点太费钱，钢化玻璃划痕难打理。常规做法，地面贴波导线和瓷砖拼花，但是费钱更显空间小，不如客厅大片瓷砖通铺道过道，简单省钱，更显空间空旷，省下的钱可以给老婆买化妆品，老婆每天更开心。3. 常规房门只有2米高，效果普通，感觉还压抑，不如装到顶的房门和门套，费用不高，使用颜值高。不要门槛时好像空间被堵住，而是过道大砖通铺到卧室，空间更开阔。4. 常规墙面贴外露的瓷砖踢脚线，墙面不平整，外露超级容易落灰，还不好清理，而是下面开槽5公分的空隙，嵌入金属隐藏踢脚线，配上灯光条，瞬间满满的高级感。5. 老公为了省事，原水泥墙面墙板直接上墙，好看时尚，工期短，缺点造价高。常规做法腻子打底贴墙纸，就是时间长了容易发霉脱落，还是腻子打底艺术涂料上墙，有墙纸的效果，关键最环保又省钱。6. 墙面端景不复杂做法，费钱容易过时，而是做悬空储物柜，底下暗藏灯光，上面简单挂一幅端景画，价格不贵，实用颜值高。7. 也许你觉得这个设计还不过瘾，也不希望中间商赚差价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作品。